大家好，我是袁文伴，你们大家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35期。这期是我们临时加更的一期节目啊。Ableton Live 昨天刚刚出了第11代版本啊，全世界好的音乐制作人们的一次盛会啊。我看到满屏幕全部都是 Ableton Live 第11代的使用体验啊，一些解说啊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是中文的，所以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加更。当然，我的这个使用体验是非常个人向的了，它并不倾向于那种它都有哪些功能的解说，而是我使用这些功能以后，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我的使用方法。那我们开始，有以下7个需要着重讲一下的点。第一个，首先是 Rex，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疯狂的自建合成器组合包的人。此前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边分享我自己建造的各种效果器组合，应该是5、6期以前，我们曾经现场制作过一个效果器组合包，就是一个叫 Gatekeeper 的软件，然后我们尝试用免费的方式怎么手动做出来。当时我记得这边应该是8个哈，现在呢第11代它最多支持16个macro， 就16个旋钮，你可以映射16个选项。这个已经是我自己重新加了以后的，你可以看到现在16个功能都被我就映射好了。第一个是这个 FO 的 rate， 然后第二个 drive at，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长、非常满、非常多的一个组合包吧，我把每一个都最小化。就这一个组合包，你直接可以拿出去卖个39刀、49刀都没问题的。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是怎么做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回看那期的名字，应该叫“好用的插件太贵，自己动手做出来”，应该是叫这个名字。首先，我这儿有一个鼓组。OK， 然后加上我自己做的这个效果器组合包以后，它听起来是OK。这时候我们当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制，比如说这个 declick， 它的位置我要稍微变一下，好多了。然后 delay 让它大一些，然后这个 hybrid reverb 让它稍微小一些， decay 它们也不要那么长，但是 drive at 可以多一点。那我觉得高频有点吵，我们把高频稍微降一些。对，就是你当然可以，因为你自己建的效果包，你当然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但是 Ableton 从第11代开始，在所有的 Rex 都添加了这个功能 Random， 就是你有一系列的参数，你自己会怀揣着一个设计的方向去调整每一个参数。但是现在你可以点一下 Random， 就是这个效果。然后再点一下，它把你所有的参数随机给一个数字。这个真的极大的解放了我的生产力，尤其是在哪个端口呢？你刚刚开始编一首歌的时候，对，你刚刚开始编一首歌的时候，你的频率一切都是空的嘛，你也没有太多的说，我在频率端我要做 ABCD 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就尽情的使用这个功能，先给你一个最初的一个动机，你也不用在乎说它的频率是不是太满啊什么的。它出现的声音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有的低频都被切掉了。你想回来就加回来。当然，你不可避免会遇到这种3频都给你同时负多少的这种可能性了哈。你看，又一个。总之就是一个可以玩1年的事儿。当然，我新建另外一个轨道哈，然后我们进到 Sound 里选 Grand Piano， 就是咱们经常会用的那个钢琴，任何一个 Rex， 包括它原声的，它也有这个 Random。你看，比如说现在它的音色是这样的，然后点一下 Random， 它的这几个数值就会变化。对，整个的 OK， 那个 glue 跟 tone 明显就变猛了，然后这个 hard soft 跟 hard 变得特别硬，那个 attack 时间一下变得特别的短，这个 tone 变得很低，但其实是 hard 很强，特别软，因为 soft 非常小。任何一个 Rex， 只要它是出现在 Ableton 里的，无论是你自组的还是它的官方原有的，全部都有这个 Random 功能。这个是整个11代里我自己最喜欢的功能，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几个人在解说这个功能。OK， 第二个功能 Comping。很显然，在所有关于 Comping 的介绍里，他们的使用方式都是以我在录音啊，比如说我们试一下哈。OK， 你录完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点这个 insert tickle， 你刚才录的每一遍就都出来了。这是一个通常你在录吉他、录钢琴啊，你录了好几遍，然后你想看哪一遍更好，然后这时候你把最好的部分提上去啊，这是普遍介绍它的时候所使用的功能啦。它最好的用法其实是能让 Mr. Bill 幸福晕在厕所里的这个功能。我相信 Mr. Bill 会在2-3天以内就会出来做一个视频来讲解说，嗨 Comping 这个功能我是这么用的，从此我 chop 的过程变得无比的顺畅。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功能应该怎么用。我们新建一个轨道哈，把这个直接删了，新建一个轨道，然后右键点它 Insert Tickle， 然后它这儿就出现了一个 lane， 然后你在这儿再点一下右键 Insert 4-5个吧。这时候呢，你就随便找你的这个 samples， 你随便找一些采样，比如说我搜一下 beat， OK， 这个放这儿，然后再搜一个 OK 放这儿，然后再找一个 OK 放这儿，然后我们再找个 baseline OK， 然后我们再找个 glitch 的东西。我们就这些，最牛逼的就是在这几个 lane 里边，你随便选取，比如说我选取这个位置，点一下回车，它就上去了。然后这个点一下回车，它就上去了。然后你想选哪一部分，你就选。OK， 我们现在就只点回车就好了，框住它，然后点回车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听一下刚刚被我们 chop 出来的这段长什么样。Cool， 我们搭上一个鼓组听一下。以后你所有的 chop 一身轻松。对，这是我觉得这个 Comping 这个功能最好的用法。OK。
下一个功能，我觉得啊，这个功能很明显，它不是几分钟就能讲完的。刚才我们把这段拽下来，我们就用这段做的实验哈，它现在长这样。然后我们加上默认的这个 hybrid reverb。OK，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一个类似于采样器的东西嘛，你任何声音都可以拽进来，让它作为你混响的程度的波形。你甚至可以直接把这段原地拽过来，让它用自己的波形作为混响的波形，它听起来会很怪异哈，就会顶，然后你把这个 blend 调到最左，就直接一个 bass 出来了。Cool， 呀，但是我们先老老实实的讲解，稍后再玩啊。首先这个 hybrid reverb 它是一个2合1的混响，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这个 blend 呢，就是这个阈值和这个阈值之间的比例。那比如说，你看你在这儿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 real places， 看起来特别像真正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找一个类似什么圣朱利安的巡演，无所谓啊，我们直接拖到最左，听到的就是纯粹它的混响是什么样。OK， 调到完全最右，就是这个地方算法，这个 dark hole， 对，就是我最喜欢的是 shimmer 啦。我们先听一下，假如说 shimmer 这个效果。呀，这儿你可以调 shimmer 的量，你也可以调 damping， 抗阻。就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调到最低的话，就是完全不进行任何的 filter， 然后调到这儿的话，几乎都会被过滤掉。OK， 首先讲一下左边这个它的 decay， 它的 size 是在这块儿，右边这个算法里这些东西调整的是这个算法里这个混响，所以这个 hybrid 我感觉目前我看到的几个解释啊都不是特别好。你就这么想，它就是一个把两个混响合起来，然后这儿还有它的这个通路，它是并联以后一起输出还是串联？对，通常来说啊，我比较建议你直接选这个啦，就是两个并联，然后对，然后等一下，它这个只有右边，就右边，这个，就是两个并联，然后再一起输出。然后这边你可以调各式各样的阈值，然后 decay time， 它就一下持续60秒，对，它会一直延续60秒的啊，其实不是60秒，它是降到-60 dB 用60秒。我记得 Ableton 他们做混响的逻辑是这样的。对，花60秒的时间降到-60 dB， 到你几乎听不见。对，大概就是bass 的 mono 你可以点开，就是因为你看，显然我们刚刚做这个采样里，它是有大量低频部分的。然后低频部分，如果你进行大量的这个混响的话，会让你的频率显得非常乱嘛。对，这个你都可以拖拽，你也可以拽别的，直接拽进来。所以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功能。但是这个 hybrid 这个 reverb 如果要讲解透的话，恐怕2期节目得。然后下一个功能 MPE，MPE 这个功能不太好演示啊。首先你最好有一个能支持我先说一点哈，你点开 Live， 点开这儿，点开这儿 Link 这儿，然后把你的 MIDI 键盘，比如说这个是我的 MIDI 键盘，把这个它就是这样的，把这个 MPE 点上，
然后才有效。这个 MPE 这个功能是什么？演示不太好演示啊，我先讲一下，它是 MIDI 技术在最近几年最新的、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进化版。此前我们的一个 MIDI notes 含有的信息就是它的音高，然后它的力度。MPE 的，妈的，它的全称叫什么来着？ MIDI Polyphonic Expression，yeah， 就是把一个 MIDI 音符加入更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就包含这3样：压力、滑动和音高。压力就是你的力度，你按压的力度，它是用这个橘黄线。然后 slide 就是你滑，如果你用那个 Rolly 的那个键盘的话，就很容易哇一滑特炫酷。然后它是用蓝色来表示的，然后 pitch 它是用绿色来表示的。然后就这3个功能，如果你的设备是支持 MPE 的话，你就可以尽情的玩了哈。但是如果你的设备不支持 MPE， 然后你用这个 MPE control，你可以稍微有一些小动作啊，比如说我现在挂了一个 operator， 然后我在这个 operator， 如果你刚进来的时候，它长这个样子嘛，对，你需要在它的最后的这个算法这一栏里边，把这个 after touch， 就是后触，如果你不选的话，你的音听起来是这样的。然后你选上的话，就注意那一下。Ableton 的 Operator 跟 Analog 跟 Wavetable 肯定都是支持它的了，但是我对这3者在这种纯 MIDI 的使用情境里，暂时我觉得它还处于一个早期状态。你现在需要知道的就是，只要你的一个轨道里提前加上了它，那么你的一个 MIDI 音符具备的信息要素就比以前多了3个，然后每一个呢，你都可以主动的去调整。对啊，当然你看它跟你的这个 pitch bend 是有关的。比如说我这个键盘，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看到我的左手去挂到这儿哈。对，我的键盘里有这个 pitch bend 嘛，所以我可以移动它，然后这个 pitch bend， 然后你也可以调它，比如说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点在动，就是正常的话呢，它会是这样的。然后我给它一个 curve， 给它一个曲线以后呢，它会你的那个走向就不一样。这个功能5年之内吧，会变得特别的牛逼。然后所有的第三方插件的音源厂商也都会让自己的音源去支持 MPE， 因为在技术端是不复杂的，就是一个接口，然后加上这个功能就够了。现在它尚且处于早期阶段，所以大家可以大概知道它的意思，看到它你就知道 OK， 我任何输入的一个 MIDI note 它都多了至少3个维度的信息，就是这样。接下来 OK， 2个 Max for Live 的组件。如果你进到 Ableton Live 的官网，然后点 PAX， 然后点 Max for Live， 会看到这2个东西，都是右上角挂着醒目的 New in Live 11， 就是第11代 Ableton Live 里新的2个 Max for Live 组件。一个是 Inspired by Natural， 里边有几个东西还挺妙的。然后一个是 Pitch Loop 89， 你就看制作人就好了 ，Robert Hunke 然后 Monolika， 就是 Ableton Live 的创始人，我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他做一个东西，我靠，你想想他之前做的那个粒子效果器，就是他做一个东西永远都是开创风潮的。对，所以就这俩东西你就都下载下来嘛，然后先玩一下。你下载好了以后，它在 PAX 里啊，然后你可以找到第一个 Inspired by Nature 呀。你打开以后呢，它里边首先有一些预制的 sample， 然后呢，它还有一些自己做的一些 preset， 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乐器跟 MIDI 效果器。然后它的这个混响我不太喜欢啊，这个混响它这个 audio 效果器的这个不是混响 ，sorry， 这个 delay 这个延时我不太喜欢。你可以稍微试一下，你就知道不好用。比较好用的是什么呢？有一个是 MIDI 效果器，一个是这个叫 Bouncing Note， 这个趣味性很足哈。我先加载一个钢琴进去。我正常弹钢琴就是
这时候我打开它，你这时候看，呀，你可以设计这个的时长，比如说你让它持续16个 bar。OK， 你可以调整它的速度，你可以调整重力的程度，你可以调整每个球的大小。这里边是有这么一个功能的，你可以在这儿画块儿。画块儿什么意思呢？这时候我再弹一下，你弹的所有音啊，都从这个位置往下掉。有些球被挡住了。呀，你还可以。稍等，我记得啊，这儿 ，random direct 是这样的，让球的运动轨迹变斜。重力太大了。这个功能最牛逼的地方在哪儿？到 MIDI 效果器里，选择 Scale， 然后比如说小调吧 ，Minor， 在这儿，升 A 小调。那无论你的斜率斜成什么样，这边出现的所有音都会被控制在升 A 小调里。比如说，我现在弹全部不是升 A 小调的音，那就是，sorry， 有一个 C 是这样，它的音乐性是很好的，因为每一个音都被控制在了升 A 小调上。这时候它出现的每一个音都在升 A 小调里，但是我弹的键是 D、E、G、A、B， 没有任何一个在升 A 小调里。当然，我也可以弹全部升 A 小调里的音，就会听起来更好听一点。觉得非常酷的功能，我很喜欢用，我都已经把它放到了 favorite 里。然后还有2个乐器第一个是 tritone， 这个你就直接点空格开始就好了。它给你生成一些氛围的声音，而这些氛围的声音呢，它就被噪音，比如说你噪音你可以提很高，它听起来像打雷的声音。然后对，就是切频率了。对，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high cut，然后牛逼的是这儿 ，wind， 这是什么呢？这是风声，这是什么？这是雨声。OK， 它的风声是完全由 noise 来控制的，对吧？一下就氛围了。让我们给它加一个 hybrid reverb，decay 时间长一点 ，bigger spaces，呀，从此以后，给那些国产烂俗剧，那包括欧美全世界烂俗的剧写氛围配乐的制作人们，他们的单手工作时间就从1个小时降低到了1分钟。OK， 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更牛逼的地儿，点 Scale， 比如说选 Minor，F Minor， 它出现的所有音始终确保在 F 小调上。你可以让它一直在调式内，然后 in harmonic， 就是如果你调得高了，它其实就不在调式内了。对，你如果是0的话，所有的音都在 F minor 这个调式内。你可以调整这些风的速度、雨的速度、雨的分离度，就是左右它的宽度，其实更多是分离度。tritone，
很好用。刚刚没讲过啊 ，Empt 也可以讲一下，我好像也把它存了，但是我有点记不得它在干啥了。我们试一下哈。OK， 想起来了。首先，你拽任何一段采样进去，就是刚才我们自己做的那个采样啊，然后我们把它拽进去，然后拽进去了以后呢，它这儿就有个球，它出的声音啊，就是这个球的运动轨迹，然后设定球的数量、分离度，然后呢，它的 green 的这个叫啥 number 数量，对，我记得它还有个斜率来着，我找找，应该是这个吧？那不是它，它有一个斜率，可以让这个球走得特别的奇怪。对，这有2种模式。我想想看啊，在这儿，角度，球的速度，球的运动宽度。然后这儿你也可以 sync 上，就是让它在节奏内跟节奏是搭起来的。比如说，LFU 是1，然后这个是小一点吧，3个 note， 然后这边你还开一个2，也让它写起来。制作氛围音乐，绝了！这个应该是我上手以后玩的第2个功能，所以我有点忘了，它有些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昨天晚上玩的时间特别久。对，我记得其实还有，对，想起来了，它这儿我把它点起来啊，它这儿这个 green 你都可以调。然后，如果你想让它的那个glitch 感，那其实是这个功能，这个地方，这个 blur 模糊，特别适合出那种 IDM 的音色。Holy shit！ 让我现在就把它组合成一个组合包。random 一下，就直接走了。你永远不可预期这段采样会被演绎成什么样，而且这个采样你可以随时去选，拖一个新的进来，就是完全不同样的声音。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 samples， 啊，就这种，来吧，试一下。然后再随机一次。呀、cool！IDM 最好的伙伴，直接加入到我的组合包里，然后设为最爱。Inspired by Nature 我们就讲完了。然后第2个 ，Robert Hunke 老师做的 Pitch Loop 89，然后他也做了一些预制啊，但是他的预制出来的效果都很好玩儿。但是呀，我不建议你就使用它的预制，我用音频来展现吧。首先，你可以听到非常基础的那个 delay 的效果，它是这样。任何时候你点这个，它2个是 map 的啊，它会无限重复刚刚你 freeze 的这段 delay 的声音。我把 dry wet 调到100，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就只有被就是 loop 的反复重放的那个音，然后你可以调它的位置。加一点随机的话，pitch， 我发现它有一个小 bug，
它是这样，就是你点上面这个，就也许不是 bug 吧，也许它故意设置。你点上面这个，两个就上下都是同步的。你点下面这个，它就可以左右有区别。Fine tone， 然后深度，然后你看你点这个，两个就匹配了。然后 feedback， 这样的话就是它原来的声音。我们加一点，然后可以调整它的波形。我觉得 triangle 会听起来更干一点。然后这儿你可以点上 fade， 然后它就下一个音不会淹没上一个音。对，其实 Robert Hunke 做的所有东西，再这样一下，都值得你反复的去把玩。你就直接开始，然后在任何一个位置按一下它，就是这种声。我们换一个位置哈。rate 你可以调。我们把下面的加7个 semitone。cool。右声道，听一下右声道那个声。那个赶一点，cool。不玩了，大概就知道 Robert Hunke 又做了新的 Max for Live 组件，用起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新的效果器，原本的声音是，加上它以后，这个功能是干嘛呢？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谐波固定在这个频率的和它的倍数上。我上2个 EQ， 注意看哈。中间是这东西，它原本的频率是这样的，然后经过它以后，它的频率变得无比的规整。为什么呢？就是110赫兹的倍数，它会强制性的把这些音的谐波都压到那个位置去，所以它听起来特别的有电子音乐的感觉。然后2个抗阻 decay 它们你可以长一点。4种算法 Chorus 应该是用3角波了，让你只要用3角波的话，它听起来就会有这种和声的效果。然后 Vander 感觉是我不知道它跟 Granular 啊，就很显然这个东西只要带 Granular 你就一定要点 Granular 了。这个效果器一定是 Robert Hunke 做的，只有他才会加这么一个按钮。对，但 Vander 我其实看他的解释讲的不是太明白啊。Ramps to random levels at random intervals， 一种绝对随机吗？添加的波形和位置都是绝对随机的啊。这儿你可以把这个调制的程度加深。你看这儿呈现出的波形就更规整。Unison 当然加上以后，有一个噪音。对，这个东西的逻辑，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地方的逻辑，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跟当年我们讲那个 vocoder 一样，它这儿有个 MIDI 输入。
然后呢，回到这儿来，回到我们该干的正事儿这儿来。MIDI course 选择这个轨道，你的音就变成了。OK， 现在你在 Mono 上点一下它，就变 Poly 了，把 Poly 的轨道数变多。你看我们现在最多的是5个，其实那你就5个就够了，8个也够了。这是 chorus。OK， 这个 Poly 不是指它的哦，这个功能我现在刚刚搞明白，这个 Poly 跟它有最多几个声部没关系，取决于这个效果器自己本身的呈现。所以如果你用 Poly 的话，直接提到16。这儿你可以调整它的谐波的数量，你看这样谐波就变很少。你看它原本是这样的，现在波形只变这样。当然，你只需要把它的 drive at 调得很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类似当年那个 Harrison 类似这个的功能。对，在某个位置上加一点你想要的3 wave 或者是一些噪音，然后你只要把这个 drive at 调得稍微小一点，你看，你完全不加的话，它就是这个贝斯原来的音门，然后加一点点。对呀，OK， 好，这个就是这个 Spectral Resonator， 然后最后一个 MIDI clip，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直观了哈，写一些 MIDI note。首先就整个 MIDI clip 这儿都进行了一些重构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 scale 啊，乐理不好的朋友们，你们有福了，点一下 scale， 选择一下，比如说各式各样的调式都有啊，比如说我们来个 D 调的Komoi，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调式，听起来像是某一种日本的调式。所有在这个调式内的可用音就被 highlight 了，就被高亮了。然后点一下这个 scale， 出现的每一个音就都是这个调式内的音。这个功能其实我在我的课件里还写了，就是如果它没有官方给你加载这个功能，你应该怎么用这个功能？我还专门花了半节课的时间教。但是现在有这个功能以后，那半节课就不用教了。现在你就可以随意的写音。呀，典型的一个日本的。嘟嘟。嘟嘟嘟嘟，这个地方不日本。那呀，非常日本的。让我们把它稍微做一下。除了 scale 这个功能特别令人省事儿以外呢，这个randomize 就是随机化这个功能也很好用。首先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全选所有的音符，这儿力度，我可以顶爆。然后这儿有个 velocity range， 比如说你把它调高一点。然后 randomize 把它调小一点，然后点一下，所有音的力度就被量化了，随机化了。你也可以把这个 velocity 稍微下降，你看，这就是它会被下降的各种可能性区间，这样。
OK，这就是我使用 Ableton Live 11个小时以后，Ableton Live 11个小时后的一些总结，没有网上看到的那些那么硬核，但是我觉得我用的显然比他们好多了，所以就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好多功能其实现在只是刚刚摸了一个头，也是需要在长时间的使用里再去总结一些经验，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妈逼的说明书，我操，809页，翻了1倍啊！之前400多页，现在800多页。这一期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